拥有重大立功表现，帮国家抓获多名大老虎。为什么最后还是被判了死刑？原因在于他和他的上司联手，搞垮了一位资产近2万亿的央企华融，而且他自己还受贿了11个亿。他就是白天辉。或许你不认识他，但你一定听过他的上司赖小民，这位拥有100多辆豪车、100多处房产的巨贪。那么他们到底是如何将一家国家金融巨头当成私人提款机，玩出一套金融炼金术的？我认为他们的核心操作可以精炼成3招。第一招叫做境外定价，这是他们最直接的捞钱手法，吃相难看，但设计的相当精巧，活脱脱一场现实版的古董局中局。打个比方，你在古玩摊花100块买个破碗，想1000块忽悠你朋友，朋友又不傻，当然不干。这时候你就得请个托，一个看起来特懂行的专家，在旁边一惊一乍，哎呦这器型，这釉色，怕是明代的官窑啊，1000块。你捡着大漏了，赖小民他们玩的就是这套做局的把戏。只不过他们的破碗价值100亿，演员阵容顶级舞台，横跨好几个国家。最经典的剧本就是韩国济州岛那块地。咱们来拆解一下，首先得挑个破碗，他们的自己人，找个商人花大概100亿韩元在济州岛买了块风景原生态，其实就是荒地的地。这一步很正常，市场行为不显山不漏水。接着这商人转身就在开曼群岛 BVI 这些传说中的避税天堂注册好几层空壳公司。这些地方最大的优点就是谁是真老板根本查不清，像套上了好几层面具，然后他把这块地塞进这个离岸公司的黑盒子里。好了，现在这资产到底是谁的成了一笔糊涂账，然后请专家给碗镶金边。这时候主角赖小民指挥的华融香港子公司恰好闪亮登场，表示对投资这个黑盒子项目很有兴趣。那么关键问题来了，这黑盒子里的破碗到底值多少钱？别急，白天辉这帮人会找来一些国际知名的评估机构，开始讲故事，什么未来东北亚旅游枢纽，政策扶持潜力巨大，稀缺海岸线资源，一通天花乱坠，硬生生把这个100亿破碗评估成了价值218亿的明代官窑精品。再来自己人含泪接盘戏，做足了估价报告也有了。于是华融这家堂堂央企就以这个荒唐的218亿估价，遵循市场原则，经过严谨决策，正式收购了那家离岸空壳公司。218亿的巨额国资就打着境外股权投资的旗号，名正言顺，浩浩荡荡的流出国门，进了那个黑盒子，最后开盒分钱。钱一到离岸公司的账户，魔术的终极谜底揭晓。这些钱瞬间就以财务顾问费、战略咨询费、项目开发佣金等各种名目，闪电般的转到了赖小民、白天辉他们在海外控制的私人账户里。就这么一倒手，赖小民个人据说就分了10个亿，白天辉也拿了好几亿。那块地可能还是那块荒地，但钱已经稳稳落袋了。这招最可怕的地方在哪？就在于它的完美合规。单看每一步，有董事会决议，有第三方权威评估报告，有正规的投资流程，文件齐全，手续完备。但整个链条合起来就是一场赤裸裸的针对国有资产的程序完美的集体洗劫。后来盖子捂不住了，华融自己不得不为这个项目一次性减记了130多亿，等于承认这218亿里一大半都是被他们凭空变走，揣进自己兜里的魔术水分。这第二板斧更毒，叫做仙股陷阱，是拿国家招牌在股市里搞杀猪盘。如果说第一招是关起门来分赃，那这第二招就更黑了。他们把香港股市当成了提款机，让无数散户和央企的国家信用一起来给他们的贪婪买单。什么叫仙股？就是香港股市里那些股价跌到几分钱像神仙一样飘着，几乎成废纸的垃圾公司。赖小民一伙就专盯这种壳。玩法是这样的，先让他们的白手套用很少的一点钱提前大量买入一只快烂透的仙股，成本低到忽略不计。然后华融这家巨型央企突然火尊降贵，高调宣布与这家仙股公司达成战略合作，要一起搞最火的高科技，开发最前沿的大项目。想想看，一个国家级金融巨头要扶持一家濒死的小公司，这故事多性感多励志。市场一听就燃了，无数散户热血沸腾，跟风冲进去，股价像坐火箭一样，几天就能翻几倍甚至几十倍。当股价被炒到云端，散户们沉浸在暴富梦想中时，华融的境外子公司适时出场，以拓展创新业务、战略布局未来等冠冕堂皇的理由，用巨额的国家资金，以当前极高的市场价格，大手笔收购这只仙股的股权。这一下提前埋伏的自己人完美套现，赚得盆满钵满。等华融接完盘，自己人早就套现溜了。然后所有之前吹嘘的利好瞬间消失，合作无疾而终，股价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下来，跌得比原来还惨。最后华融在财报上只是轻飘飘的记上一笔，投资失败，计提亏损。
有真实案例，一个实际只值5000万的项目被包装成估值3个亿，华融真金白银投进去2.8亿，结果其中超过2.3亿1个月内就跑到了对方老板的个人海外账户里。这招的危害比单纯掏空公司可怕100倍之。他是在滥用国家队的无形信用，给股价炒作做公开背书。他们把国家信誉当成诱饵，把普通散户当成韭菜，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秩序。他们根本不是投资者，他们是拿着全国人民的资本为自己人的杀猪盘，充当最后那个超级接盘侠和信用担保人。最要命的第3板斧叫庞氏循环，说穿了就是借新债还旧债，直到泡泡吹破。前面2招玩的再花，也会留下巨大的资金窟窿，怎么办？如果暴露，游戏立刻结束。于是他们启动了终极的瞒天过海术，一个绑架了整个华融体系的庞氏循环。这就像一个人欠了高利贷还不上，他不是去赚钱，而是去办更多的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具体怎么玩？举个例子，他们用华融旗下信托公司的钱投了一个房地产项目，结果房子砸手里了，亏了10个亿。这个窟窿要在账面上露出来，一切都完了。他们的操作骚得很，绝不承认亏损。那10亿窟窿怎么填？从华融的另一个亲儿子证券公司那里找，让证券公司赶紧发行一期理财产品，从市场上募集个15亿回来，然后悄悄把这15亿里的10亿挪去填信托那个项目的窟窿。这样信托的项目奇迹般的按时兑付了，财报一片祥和，掌声响起。但问题是，证券公司新募的这15亿是要连本带利还的啊！钱从哪儿来？简单，再找第3个儿子，比如华融的银行板块去吸储或者发债。就这样，窟窿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像击鼓传花一样，在信托、证券、银行、保险等各个牌照口袋之间来回倒腾。每倒腾一次，因为要付新的利息和成本，这个窟窿反而变得更大了。这本质上就是一个建立在国家信用之上的巨型金融庞氏骗局。只要华融这个巨无霸的牌子还没倒，还能从市场、从银行不断借到新钱，这个借新还旧的游戏就能一直玩下去。那个巨大的财务黑洞就能一直被隐藏在地毯下面。赖小民在位的9年，就是靠着华融的全牌照、金融帝国和国家信用，拼命借钱、借钱再借钱，用疯狂涌入的新钱去掩盖旧账的亏空。他所谓的商业帝国高速扩张，根本不是业绩有多好，而是泡沫吹得有多大。这就像一个用国家的信用和未来的风险吹起来的巨大而脆弱的肥皂泡，直到2018年赖小民落马，树倒猢狲散，新的融资渠道断了，借不到足够的新钱来还旧债了，轰隆一声，雪崩来临。2019年，华融一次性计提了超过1000亿元的资产减值，相当于每天一睁眼就亏掉近3个亿。这个击鼓传花的庞氏循环终于再也转不动了。所以你看，这套炼金术从直接掏钱到市场收割，再到系统造假，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腐败生态链。他们哪里是在经营企业，分明是在用一家共和国长子企业的躯体进行一场疯狂而精致的自我套现和财富掠夺。而这一切最终付出的代价是国家和人民财富触目惊心的1000亿损失，以及中国金融体系被撕开的一道深深伤口。这就是金融炼金术背后血淋淋的真相。讲到这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么疯狂的操作，漏洞其实不少，为什么能持续9年之久才爆雷？从人上说，赖小民自己就活在巨大的矛盾里，他既要向上交出短期爆炸的业绩来换取个人前程，又要向下伸手捞取巨额的好处，这逼着他必须让华融这台机器疯狂运转，用表面的烈火烹油来掩盖内里的腐烂。但更关键的是制度，有3个防线几乎同时失灵了。第一，内部的权力制衡失效了，他成了说一不二的一把手，没人敢反对。第二，他们聪明地把最脏的交易搬到了香港、开曼群岛这些监管的灰色地带，让监督难以触及。所以这不是一个人的贪婪能完成的，这是失控的权力撞上了失效的笼子，才最终酿成了这场撼动国本的金融灾难。赖小民是必死无疑的，那为什么白天辉拥有重大立功还是没能免死？因为他的功和他犯下的过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他个人的立功表现在给国家造成的系统性破坏面前微不足道。这就像一个人纵火烧毁了一座森林，事后帮忙指认了另一个纵火犯，但这能抵消森林被毁的后果吗？他和赖小民用金融炼金术挖出的是一个动摇国本的万亿级窟窿，这个损失是永久性的。华融的倒吊用惨痛的代价为我们敲响了3记警钟。第一，任何金融创新都不能成为逃避监管的隐身衣。第二，对跨境流动的钱，监管的眼睛必须能穿透到最后的主人。第三，一家企业再大，核心不是规模，而是有效的制衡与坚守主业的能力。赖小民和白天辉用天才般的金融手段上演了一场掏空国家的魔术。
而最终判决告诉我们，再精巧的魔术，掀开幕布后露出的也只有贪婪。金融的安全永远无法建立在个人野心的流沙之上。